今年特斯拉將推出許多新產品，但埃隆·馬斯克幾乎對所有事情都保密，因為正如你所知，如果你看看特斯拉的歷史，他們保密的事情总是最具爆炸性的。2026年将是一個里程碑，徹底重塑埃隆·馬斯克的帝國，不再僅僅是 Model 3、Model Y 或熟悉的現有產品線。特斯拉正準備對我們從未想象過的細分市場發起全面進攻。目前，分析師們正將注意力集中在超級工廠，新的生產線正在幕後悄然安裝。如果報告屬實，我們今年可能会看到至少5款新車型上市，其中許多埃隆·馬斯克已經有所暗示。這些可能是幫助特斯拉在全球電動汽車浪潮中保住其桂冠的戰略牌。其中一些車輛是你從未想過特斯拉會制造的，但在這段視頻結束時，你就會明白它們為何如此重要。那麼，為什麼是2026年？為什麼這些產品如此令人興奮？請不要將目光從屏幕上移開，因為這些是2026年5款無人預料的特斯拉傑作。好的，我們來看第一個產品。當西方媒體還在忙着爭論平價車項目是否已被取消，以便為 Robotaxi 讓路時，上海超級工廠和特斯拉中國供應商網絡中的活動卻講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根據深圳和上海零部件供應商的最新報告，特斯拉已悄然重啟了一個內部代號為 Redwood 項目的訂單。供應鏈消息人士称，特斯拉正在與寧德时代等領先的電池製造商合作，優化新一代磷酸鐵鋰電池。目標非常明確，與目前的 Model 3相比，材料成本降低高達 30%， 這進一步證實了售價低於3萬美元。更具體的說，預計在 2.5 萬美元左右的汽車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是針對2026年的真實生產計劃。我們認為2026年是特斯拉推出這款車型的黃金時刻，至少有2大戰略原因。首先， Model 3和 Model Y 產品現已顯示出市場飽和的跡象，在中國市場尤為明顯，那裡一些電動汽車的價格僅為特斯拉的1/3。面對比亞迪海鸥和五菱賓果等低成本國產電動汽車的激烈衝擊，特斯拉首次出现了顯著的市場份額損失。為了生存，特斯拉被迫在這個價格區間亮出武器。它可能無法在價格上與中國車型匹敵，但至少必須低於 Model Y 標準版的39990美元。第二個原因是一體化壓鑄 Unboxed Process 生產線已經完成。埃隆·馬斯克相信這個系統將使特斯拉能夠以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制造汽車，以秒而不是以前的分鐘來衡量。分析師認為這是特斯拉將應用於其平價車型上的關鍵。與傳統的順序組裝不同，這個過程允許車輛的不同部分同時建造，然後拼接在一起，將工廠占地面積減少 40%， 並將生產成本降低 50%。無論是稱之為 Model 2還是 Model Q， 供應商報告稱這款車的設計將被精簡到極致，以盡可能降低成本。不要期望複雜的歐翼門或高級真皮內飾，相反，我們将看到標準的方向盤和踏板。駕駛室中所有不必要的細節都將被完全取消。續航里程預計也將在每次充電後略超過200英里，非常適合城市通勤和短途旅行。Model 2的首批原型車最早可能在今年第2季度出現。這份清單上的第2款車解決了一個與 Model 2截然相反的問題。如果說 Model 2是成本方程式的答案，那麼特斯拉 Cyber SUV 就是空間方程式的答案。這是特斯拉不幸留下的一個空白細分市場。埃隆·馬斯克也曾暗示過推出這種車輛的可能性。特斯拉之前也曾洩露過這款車的早期圖片。在特斯拉早前發布的宏圖計劃4視頻中，眼尖的粉絲們在弗朗茲·馮霍爾茨豪森的設計工作室後面一個架子上巧妙地發現了3款車型，其中一輛有 Cybertruck 的形狀，但去掉了後斗，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長而方正的加長駕駛室。這種設計被廣泛解讀為 Cyber SUV。特斯拉可以利用 Cybertruck 平台，連同其48伏電氣系統和線控轉向技術，將其封裝起來，打造出一款比 Model Y 長續航版更大、更寬敞的7座 SUV。這就像豐田將 Hilux 改造成 Fortuner， 或者福特將 Ranger 改造成 Everest 一樣，特斯拉只需要進行類似的後部改造，就能創造出一款裝甲風格的家用車輛。考慮到極高的制造成本和複雜性，特斯拉可能不需要為這些車型使用不鏽鋼，採用鑄鋁合金車身，並沿用 Cybertruck 的稜角分明設計語言，將大大降低成本，並顯著減輕重量。目前 Cybertruck 生產線的產能僅為 30% 左右，年產量約為5萬輛，而目標是15萬輛。在同一平台上生產 Cyber SUV 將幫助特斯拉填補未使用的工厂產能，並優化單位生產成本。當全世界都在為凱迪拉克 Escalade IQ 或 Rivian RES 等全尺寸 SUV 而瘋狂時，特斯拉卻陷入了一個尷尬的產品線局面。Model X 價格太高，歐翼門過於複雜，而 Model Y 長續航版只是一個權宜之計。
實際上，它們的第三排大多只適合兒童，對成人來說顯得局促。北美用戶和大家庭渴望一款真正的 SUV， 三排真正寬敞的座位、充裕的载貨空间，以及一種與众不同、一眼难忘的外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期待一款新的 Cyber SUV 在今年某個時候首次亮相。好了，我們現在已經介紹了平價汽車和大型家庭用車。第三款車型是許多客戶等待了近10年的產品，2026年将是紅色 Roadster， 在2017年意外登場近10年。對於熱愛科技的社區來說，這種等待已經遠遠超出了耐心的極限。我們不需要另一次華而不實的發布會，一次充滿令人難以置信的數字的演示，或者一個在愚人節宣布的虛假生產目標。世界需要的是一輛真正在公共道路上行駛的汽車。特斯拉 Roadster 不僅僅是一輛汽車，它是一個榮譽的承諾。即使是現在，許多創始版客戶，那些從一開始就對埃隆·馬斯克寄予絕對信任的人，仍在等待。請記住，為了在这個超級跑車的擁有者名單上獲得一席之地，他們不得不支付高達4萬美元的巨額押金，甚至為限量版支付全部25萬美元。在金融界，這些押金常常被戏稱為客戶給特斯拉的史上最長無息貸款。2026年必須是特斯拉以真實有形的產品來償還這筆債務的時刻，而不是更多的推文和承諾來兌現9年的期待。2026款 Roadster 預計將採用遠遠超出當今超級跑車標準的技術。最令人震驚的亮點是 SpaceX 選裝包。埃隆·馬斯克曾多次聲稱，這款車將配備大約10個安裝在車身周圍的小型冷氣推進器。這個系統不僅能讓車輛在不到1秒的時間內從0加速到60英里每小時，這個數字打破了傳統輪胎的物理極限，還能輔助轉彎、剎車，甚至能讓車輛短暫地離開地面懸浮。配備一塊巨大的200千瓦時電池組 ，Roadster 承諾續航里程可達620英里，最高時速超過250英里每小時。雖然這些規格聽起來像是科幻小說，但特斯拉在2026年面臨的壓力卻是非常真實的。Rimac、Navara 和仰望悠久等競爭對手已經證明，高性能電動超級跑車可以成功商業化。如果特斯拉繼續拖延， Roadster 就有可能從未來的領導者變成他所創造的細分市場的後來者。埃隆·馬斯克已證實，一項重大活動可能在4月1日舉行，但許多人仍然持懷疑態度，懷疑這可能只是特斯拉 CEO 的又一個玩笑。你對這款車有什麼看法？你相信它真的會在今年交付給客戶嗎？2026年突破性車型清单上的第4款是特斯拉 Semi Refresh， 或稱特斯拉下一代 Semi。這不僅僅是一次小幅更新，它是一個真正的轉折點。在第一款原型車發布近8年後，埃隆·馬斯克表示，特斯拉 Semi 將是2026年3大最重要的產品之一。而本月早些時候 ，Semi Gen 2在內華達超級工廠的亮相，就是這一說法的最明確證據。在下一代特斯拉 Semi 上，最顯著的變化是外觀設計。特斯拉將 Model Y 和 Cybercab 的設計語言帶到了這款重型卡車上。傳統的頭燈被前部貫穿式的燈帶取代，賦予 Semi 現代感，與更廣泛的特斯拉生態系統無縫銜接。除了美學，新設計還改善了空氣動力學，並消除了諸如加長的後側窗玻璃等不必要的元素，有助於降低生產成本，同時提高駕駛室的耐用性。在技術方面，最大的飞躍在於車輛的核心電池系統。特斯拉已確認將改用4680電池，取代早期測試版中使用的磷酸鐵鋰電池組。特斯拉的4680電池能量密度幾乎翻倍，顯著減輕了電池總重量，同時仍能支持500英里的續航里程。這直接解決了長期存在的有效載荷問題，這是貨運運營商最大的痛點之一。更輕的卡車意味着每次運輸可以承載更多貨物，從而提高效率並為物流公司帶來更高的利潤。特斯拉 Semi Refresh 的能源效率同樣令人印象深刻，每英里仅 1.7千瓦时，比上一代提高了 15%。在物流行業，每提高1个百分點的效率都直接轉化為現金，這項改進每年可為每輛卡車節省數萬美元的電力成本。更具顛覆性的是 Semi 的 1.2 兆瓦 Megacharger 充電能力，可在30分鐘內為電池充電 70%， 這有效地抹去了柴油卡車傳統的停機優勢，將電動 Semi 變成了真正的長途運輸工具。Semi Gen 2由800千瓦的動力傳動系統提供動力，相當於大約1070馬力。得益於即時扭矩輸出，卡車可以平穩加速，即使在托運37噸貨物爬上 5% 的坡度時，也能保持高速行駛。特斯拉還悄然為 Semi 配備了自動駕駛就緒硬件，包括經過精心定位的攝像頭，針對未來的自動駕駛操作進行了優化。隨着新工廠的投產，特斯拉正準備實現每年5萬輛的生產目標。Semi Gen 2不再是一個華而不實的實驗，它是一個鋒利的經濟工具，
隨時準備消除全世界高速公路上的柴油煙霧、噪音和低效率。最後，在本期節目的結尾，我們将焦點从車輛轉向更重要的東西——備受期待和密切關注的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Gen 3。這款下一代機器人預計將在第一季度首次亮相，標誌着特斯拉超越交通領域的更宏大願景邁出了重要一步。根據最近的洩密和特斯拉的最新舉措， Optimus Gen 3极有可能成為第一個集成 AI5 芯片的版本，這是特斯拉有史以來打造的最強大的心臟。那麼，為什麼 AI5 對人形機器人如此重要呢？試想一下，今天的 AI4 已經能夠讓特斯拉車輛實時處理數百萬個視覺數據點，以實現自動駕駛。但对於像 Optimus 這樣的機器人來說，計算需求要複雜得多。它不僅要看路，還要與物體互動，在不平坦的地形上保持平衡，並執行精細的类人手部動作。這就是 AI5 發揮作用的地方，其性能預計將比前代高出數倍。這款芯片可能是將 Optimus 從一個炫酷的演示機器轉變為一個能夠真正工作的機器人的關鍵。最近，埃隆·馬斯克宣布特斯拉 AI5 芯片設計已接近完成，震驚了科技界。這位特斯拉 CEO 在 X 上表示，既然 AI5 芯片設計進展順利，特斯拉将重啟 Dojo 3的工作，但這僅僅是個開始。埃隆·馬斯克還透露 ，AI6 已經進入早期開發階段，同時還規劃了延伸至 AI7、AI8 和 AI9的長期路線圖。馬斯克證實 ，AI4 本身就能達到遠超人類的自動駕駛安全水平 ，AI5 將使汽車近乎完美，並大大增強 Optimus。AI6 將用於 Optimus 和數據中心，而 AI7、Dojo 3将是基於太空的 AI 計算。馬斯克信息中最令人震驚的不是芯片的代數，而是9個月的設計周期。在之前的一篇帖子中，這位特斯拉 CEO 表示，我們的 AI5 芯片設計已接近完成 ，AI6 正處於早期階段，但未來還會有 AI7、AI8、AI9，目標是9個月的設計周期。在傳統的半導體行業，推出新一代芯片通常需要18到24個月，將這一時間線縮短到僅僅9個月，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在蘋果這樣的消費電子巨頭也已跨越多年的年度周期運營的情況下，這真正表明的是，特斯拉即使在最嚴格的硬件平台上，也在像一家軟件公司一樣運作。如果馬斯克成功實現這個周期，特斯拉可能會拉開一道巨大的技術差距，讓 Waymo 甚至英偉達等芯片巨頭都不得不重視。我們相信這種速度是終極武器。你看，在人工智能領域，學習能力與迭代速度直接相關。更快的芯片生產周期意味着特斯拉可以比任何人都更快地測試、失敗和修復。這種複合優勢創造了一個強大的經濟護城河。當競爭對手剛剛開始優化與 AI4 相當的硬件時，特斯拉可能已經轉向 AI6 甚至 AI7 了。自動駕駛能力和機器人智能的差距將不再以年計算，而是以堆疊的技術代際來衡量。AI5 芯片是 AI4 硬件的完美继任者，但其使命遠不止於在汽車中運行完全自動駕駛。AI5 旨在成為特斯拉所有 AI 驅動工作的統一大腦。對於 Optimus，AI5 實現了超低延遲的實時計算机視覺模型。簡單來說，當今人形機器人最大的弱點之一，不是缺乏原始的 CPU 算力，而是數据無法以足夠快的速度從內存傳輸到芯片。據報道 ，AI5 的內存帶寬是 AI4 的5倍，這可能允許 Optimus 幾乎即時地訪問大量的機器學習模型。這意味着機器人不再會遇到不熟悉的事物時出現那些尷尬的停頓思考時刻，相反，它能流暢、連續、智能地做出反應。有了 AI5 Optimus， 不僅能看到世界，還能及时理解世界。超低延遲使機器人能夠以最自然、最安全的方式对人類的突然動作做出反應。在之前 Optimus 接網球的視頻中，這是理解 AI5 工作原理最簡單的方法。你拋出球，得益於 AI5 的超低延遲，Optimus 可以實時計算軌跡並伸出手去接住，而不是像運行舊芯片的早期機器人那樣慢一步，動作精確、流暢，幾乎沒有延遲。當然，更強大的芯片通常會產生更多的熱量并消耗更多的能量，但得益於優化的2納米、3納米設計 ，Optimus Gen 3可以搭載一個強大5倍的大腦，同時仍然可以連續運行數小時，而不會過熱或電池電量迅速耗盡。與此同時，對於特斯拉汽車 AI5 將使他們能夠處理人類駕駛員有時都會感到棘手的複雜交通情況。為了實現 AI5 的願景，特斯拉選擇了全球2家領先的芯片制造商三星和台積電。這是一種高度智能的供應鏈多元化戰略，旨在確保規模化的生產能力。報告顯示，三星正全力以赴，利用其位於美國的工廠，採用2納米工藝生產特斯拉的 AI5 芯片。據報道，該公司已加速招聘經驗豐富的工程師，
以應對在這一節點制造過程中涉及的複雜技術挑戰。2納米工藝承諾卓越的能效，使 Optimus 單次充電後能夠運行更長時間。與此同時，台灣巨頭台積電被認為負責基於3納米工藝制造的 AI 五變體。埃隆·馬斯克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的雄心，要將特斯拉的自研芯片設計打造成全球產量最高的 AI 處理器。無論從何種標準衡量，這都是一個大膽的聲明。如今，世界嚴重依賴英偉達的 AI 數據中心，但隨着數百萬輛特斯拉汽車已在路上行駛，以及未來可能出現的數百萬台 Optimus 機器人，特斯拉自身的內部需求就足以使其成為一個半導体巨頭。同時，馬斯克巧妙地将這些技術更新轉化為強大的招聘宣傳。他正在號召全球最聰明的人才加入特斯拉，幫助打造地球上最具影響力的 AI 大腦。特斯拉不只是銷售汽車或機器人，它正在構建一個端到端的全站 AI 基礎設施。如果2026年真的如預測那樣展開，特斯拉將不再只是電動車公司，而是一個橫跨交通、機器人與人工智能的超級科技帝國。你認為特斯拉能否兌現這些承諾？哪一款產品最讓你期待？是平價電動車、Cyber SUV、Roadster， 還是 Optimus 機器人？請在下方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感謝觀看我們的視頻，別忘了點讚、訂閱頻道，並開啟通知鈴鐺。期待在下一期視頻與你相見。Thank you.